喝口水。轩儿，爹没事。孟瘸子，你爹欠刘家的药钱，利滚利3个月，今天该还了。爹没欠你钱，那药材是你硬塞的。还敢顶嘴，给我打！别打了，我们还3株青亚草，市价10两银子，3天之内凑不齐，我连你爹一块儿埋，听见了吗？将能兑钱的全带走。小轩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将丑塔卖掉，也能还些钱。不行，这是娘留给我们唯一的东西。我们走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？主人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乃万象农塔之灵，主人以血激活，基础土息诀已印入识海。塔灵，基础吐纳法。娘，您留下的这座小塔到底是什么？先修炼一下试试。这就是炼气期，太好了，爹的伤有救了。灵泉水可愈外伤，黑土能催生灵植。塔中10日，外界仅过1夜。才几个呼吸就长成了。刘小鹏要的3天期限，塔里就是30天。但我现在是炼气期，根本无需怕他。这些灵书拿出去可以换银钱。爹，再喝一口。轩儿，这水比郎中开的药还要好使。那您多喝点，我在山中采了些药材，去镇上换点钱，很快回来。路上当心。小兄弟，这菜是何处得的？山里采的。这些我全要，以后还有百金阁统统收，价钱好说。谢了。山中能采到此等灵物，但他年纪轻轻就已炼气，不宜交恶，当好好结交才是。跟紧那小子。小崽子，竹篮里装的什么？拿过来。我让你们碰了吗？臭小子，上一次揍你揍得太轻了是吧？把东西交出来。滚！我的胳膊！这小子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少爷，不对劲，这小子力气大得吓人。 30天，塔里30天，没白练。不是，孟大爷，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滚！别让我再看见你。爹，吃粥。主人，有修士靠近。知道对方什么实力吗？2个炼气3层。我如今也是炼气3层，但战斗经验不足，未必能讨得便宜。主人，井边石台下有1卷万毒经残篇，或可一用。太好了！
迷魂散，灵石扰乱三息，须以乱魂草，百叶揉碎，辅以灵气炼化。成了。就是这小子，身上有灵芝气息，错不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小子，把你种灵芝的宝贝交出来。巷子里动手，动静太大，得换个地方。荒林地窄树多，是个偷袭的好地方。好，看你能跑多远！不跑了，算你识相，把宝贝快点交出来！这什么味儿？头好晕。我要宰了你！迷魂散的效果真不错，这家伙根本没办法攻击到我。主人，储物袋内有灵草种子。这玉佩和他有同样的气息。青云，阳气与青云宗有关，正好3日后，青云宗的人要来测灵根，加入青云宗就能获得娘亲的线索。青云宗每3年才来一回，要是测出灵根，那可就是一步登天。别做梦了，红云仙师连测7天，也就10来个。有灵根的占比不足1/1000，咱们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天灵根，变异冰属。天灵根，我这辈子头一回见，这种资质，直接进内门了吧？下一个，孟轩。孟轩杂品火土灵根，资质下，可入外门。杂品灵根，入外门也是垫底。抽他在帮我藏珠，也好，抽他的效果太过逆天，被人发现不是好事。爹，我今日便要随仙长去青云宗了，你在家按时换药，水缸里的水和地里的菜一定要自己吃，不要往外卖，照顾好自己。去吧，轩儿，家里不用你惦记，爹身子骨好的差不多了，到了山上好好听仙长教诲，踏实修行。时辰已到，登鹤启程。爹，一定会来看你。南宫飘雪，天灵根入内门，其余人按资质分配。孟轩杂品火土灵根，鼎字区石屋，废丹房扫地。每天清理杂招，倒进后山坟扎坑，别偷懒，照短班盯得紧。知道了。废丹房灵根的废物，也就只配干这个。主人，此地灵气浓度是外界3倍，但杂役区最稀薄，主人需更快突破。主人若灵泉水，丹药效料倍增，突破炼气4重，可尝试解锁丹室。丹室？万象农塔共有9层，每层皆有机缘。第1层灵泉区，第2层便是丹室，解锁需特定灵材。让开！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我都说了让你让开。谢师兄提醒，在宗门内不可杀人，
还需要找一个机会。主人，这些沙藻里有地火菇残片。地火菇？地火菇生于火山口，10年只长指甲盖大。这片虽被高温炼废，但投入黑土，1日便可重生。哦，孙虎，你泼我这桶废液，只一座丹室，日后必定好好报答。这地火菇怎么用？投入丹炉可永固地火。现在只需突破炼气4层，而恰好我离突破只有1步之遥。恭喜主人，炼气4层。第2层解锁，鸿蒙丹室。以灵气催动地火，辅以灵泉水，可炼9品丹药。 9品丹道初阶，基础控火诀，万妖图鉴残卷1，这就是丹道。主人有灵泉黑土，可自产灵药，配上丹室，从此丹药不愁。先试试。再来。1品中阶清灵丹，杂质极少，堪比外界2品丹药。废丹房每日倒掉的废渣堆成山，别人眼里的垃圾，在我这儿全是材料。只是不知道这一枚1品丹药能兑换多少灵石。对了，百真阁那老管事识货，拿给他看看。清灵丹1品丹，但成色不错。小兄弟，这丹火候还欠些，50灵石我收了。晚辈手艺不精，不敢误管视野，告辞。且慢，100灵石不，150。管事，晚辈真的手艺不精，这丹拿出去，怕砸了百真阁招牌。哪里话，小兄弟的丹药成色上佳，百真阁求之不得，价钱好商量。管事若诚心要，晚辈也不敢藏私。只是这丹炼来不易，光灵草就费了好几株。这样，再加20灵石，170。晚辈还得买药材种子，200灵石加3份珍稀种子。成交，200灵石，3份赤阳草种子。小兄弟，下次有好丹，务必先来百真阁。老狐狸，真以为我是青瓜蛋子？有人跟踪我，2个，至少炼气6层。小子，把丹药和灵石全交出来，别逼老子动手！我交，东西都在怀里，你们自己拿。找死！血煞盟，专门劫杀宗门弟子的散修组织。令牌。内门弟子与血煞盟勾结。主人，
这令牌若被内门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先藏着，苏姓内门弟子是谁，得慢慢查。黑风谷秘境3日后开放，外门弟子皆可报名，优异者赏贡献点。贡献点？那能换聚气丹？不过黑风谷瘴气重，妖兽多，怕什么？组队进去，捡几株灵草就出来。杂役也配进黑风谷？进去喂狼的！师兄管好自己就行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你会是怎么个死法！这里腥味好大，到处都是瘴气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孟轩，去死吧！嘿嘿嘿嘿，那小子死定了，快走！来得好！御兽，抽打第3层是御兽。我用了所有力气，临时催动了第3层的功能，累死我了。大灵，谢谢。你没死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2阶的妖狼，你怎么可能活着？坐下。师兄，这煞狼真听他的。孟轩，你不过是运气好，这狼定是被人打残了，才让你捡了便宜。孙师兄，刚才在瘴气区，你揪住我后领往狼口推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自己失足滑倒，我好心想拉你。别过来，让他离我远点儿。回来。这里人多，当众杀人必受宗门惩罚。不过来日方长，孙师兄，今日的事我不追究，但以后在宗门里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这头煞狼是你带出来的？是，弟子在黑风谷中遭遇此狼，侥幸将其收服。2级妖兽认主不易，宗门戒律未禁止弟子驯养妖兽，但出了岔子，责任你自己担。弟子明白。还不起来？谷内收获如何？一些妖兽材料和几株灵草，正准备去执事堂兑换贡献点。这些灵草品相不错，黑风谷瘴气区采的。是，弟子运气好，找到了几株，一共300贡献点。师弟下次入谷，若再采到品相好的灵草，直接送来执事堂，价格好说。多谢师兄。走了。找到了。主人还没给他起名字呢，总不能一直叫煞狼吧？昨天在黑风谷，他赤红眼眸变成幽蓝，像一团火被淬成了剑，就叫赤霄。赤霄，主人，屋外有人，气息和白天巷口那个一样。来了多久？刚来，就在院墙外面。去。血煞盟的东西不是你能拿的。香主已至青石镇，3日内必取你性命。主人，2块令牌是同一块。血煞盟杀内门弟子抢他的令牌，又把这令牌当成信物来追杀我。他们盯上我，
是因为那2个散修在百真阁看见了我卖的灵书，他们以为我身上有能催生灵植的宝贝。布料上有旧血，不是刚才那人身上的。雪煞盟的人常年杀人越货，身上沾血不稀奇，但他敢直接翻进宗门丙字区，说明外门有人给他指路。赵管事今日在直堂门口便盯上了主人，这事多半和他有关。赵管事是孙虎的表舅，孙虎在黑风谷吃了亏，赵管事替外甥出头，合情合理。不过现在最要紧的不是他，炼气8层，血煞盟香主已到青石镇，修为至少炼气8层，我如今才炼气4层，若硬碰硬，胜算不到2成。塔内30天，外界才过3日。主人若能在塔内突破炼气5层，再配上毒粉和赤香，或许能搏一搏。明天去废丹房多收几桶废渣，然后进塔闭关30天，冲炼气5层。孟轩，有人举报你私藏废丹房灵药残渣，拿到外面贩卖，跟我们回居士堂走一趟吧。废丹房的药渣是宗门淘汰的废料，一文不值。赵管事觉得谁会花钱买垃圾？少废话！孙虎亲眼看见你半夜在废丹房翻找东西，装进储物袋带走，还在这给我狡辩！赵管事，你说孙虎看见我半夜偷药渣，昨晚孙虎在矿场服劳役，矿场离丙字区隔了半座山，他是怎么看见的？他是前天看见的。前天我在黑风谷，半夜才回宗门。执事堂有我交任务的时辰记录。赵管事要不要去执事堂对一下？好哑口！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借口。那要看看你有没有命不断找我的麻烦了。主人，这批废罩够炼2炉迷魂散，血煞盟香主的期限还剩2天。还剩2天，塔内10天，够我冲击炼气5层。恭喜主人，炼气5层，第3层万寿廊开启。此处灵气10倍于外界，可温养妖兽，助其突破。这是御兽诀，主人可凭此诀与妖兽缔结契约，共享感知，远程召唤。一夜功夫，2级巅峰突破到3级妖兽，看来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拥有大量高阶妖兽做帮手了。孟轩，外门丹道小比3日后开启，丹堂点名让你报名参赛。第1名能进丹堂核心，还能拿3品丹方。我一个废丹房杂役，什么时候有这待遇了？名单是丹堂执事亲自拟的，我只是跑腿送信。主人，赵鬼师刚被带走调查，丹堂就点名让你参赛，这事儿怕是有人在背后推动。不是坏事，丹道小比在宗门内办，血煞盟伸不进来。若是能进入丹堂，我的炼丹能力也能大大提升。香主，那头狼不在屋里，气息也感应不到，今晚是下手的最佳时机。那小子以为收了妖兽就能高枕无忧，既然他自己找死，老夫成全他。小子，把你身上催生灵植的宝贝交出来，老夫可以留你全尸。什么宝贝？我听不懂。毒粉，下三滥的手段。3级妖兽，你小子的除法却藏了活物。你那头畜生已经不行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喂，这边！今晚算你小子命大，但下一回你不会再有这种运气了。
苏姓，和那块令牌上的字一样。废丹房的杂役怎么也来了？谁给他的参赛资格？听说是丹堂执事亲自点的名，一个杂役能有多大本事？议事规则：炼制一品聚气丹，实现一炷香，控火、凝丹、成色3项综合定名次。你看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连放药材都能放错顺序。3颗上品聚气丹，火候把控精准。你叫孟轩？回长老，弟子孟轩，废丹房杂役。上品，一个杂役炼出上品聚气丹。手法虽生疏，火候倒稳，杂役能练到这一步，下了苦功。明日来丹堂找我。你丹术不错，我曾在藏经阁见过你，看来你很用功。师姐记性真好，弟子只是瞎翻翻。这位就是炼出上品聚气丹的孟师弟，能在废丹房自学到这一步，不容易。师弟可有师承？弟子尚无师承。我有个习惯，喜欢结交懂丹道的师弟。改日得空，我去废丹房找师弟聊几句。主人，那个苏明远的玉佩和令牌一样的材质，血煞盟的内应是他。师弟倒是沉得住气，竟然不去主动找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有亲自来了。3级妖兽，上品聚气丹，孟师弟一个杂役，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本事？废丹好每天处理几百斤撒招，看多了自然就会了。师弟，那2个散修是谁杀的？师弟心里也清楚。我跟师弟你说句明白话，我姓苏，那枚令牌就是我的。香主想知道你那件催生灵植的宝贝到底是什么？我今天来就是确认一下，你到底值不值得香主亲自出手。你既然是血煞盟的人，为什么不直接动手？因为杀你不是我的任务，我若动手，宗门执法堂不会放过我，香主也不想在青云宗惹麻烦。对了，丹堂执事让你明天去找他，那是你的机会，抓住这个机会，或许能在宗门里多躲几天。抓不住，香主可不会像我这样跟你客气。他在丹炉上动了手脚，刚才敲那2下，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嵌进去。主人，这符文的气息很阴冷，不是青云宗的术法，是血煞盟的追踪印记。丹道小比刚结束，他就来废丹房给丹炉种追踪印记。他不是来确认我值不值得香主出手，他已经确认完了。他今天来就是为了种这个印记，摊牌也好，威胁也好，都是为了分散主人的注意力。明天去见丹堂执事，把苏明远威胁我的话原原本本说一遍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现，求执事大人庇护。主人想反过来用这枚印记引香主上钩？主人，这枚追踪印记的构造我摸清了，它能在100里之内感应到被标记物体的位置，只要主人带着丹炉出宗门，香主那边立刻就会知道。100里之内够用了。黑风谷离宗门不到50里，谷内瘴气能压制神识，地形复杂，正是设伏的好地方。
主人想用这枚印记把香主引到黑风谷。香主是炼气8层，就算主人炼气5层，加上赤霄3级，正面交手胜算还是不高。正面打不过，就用陷阱。万毒经上的7步倒我已经练好了，够炼气期修者喝一壶。黑风谷瘴气区我探过一次，地形比香主熟，再加上赤霄在瘴气区不受影响，只要战场选对，炼气8成也能拉下来。来得正好，昨日丹道小比，你的聚气丹成色不错，我正想找你。执事大人，弟子今天是来求您庇护的。庇护？说清楚。内门苏明远师兄昨日找到弟子，血煞盟亲口承认自己是血煞盟安插在宗门里的内应，他威胁弟子交出身上的东西，还说弟子若敢报执法堂，血煞盟香主当晚就会来收弟子的命。弟子只是个杂役，不知哪里得罪了血煞盟，求执事大人做主。苏明远亲口承认他是血煞盟的人，一字不差。他说香主已经到了青石镇，还说杀弟子不是他的任务，香主要活口。这事你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。苏明远那边我自有安排，你照常去飞丹房干活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弟子明白，多谢执事大人。接下来就等苏明远出山。调查黑风谷异动，丙级任务时限5日。师弟一个人去，黑风谷最近不太平，建议组队。弟子有赤霄跟着，不打紧。任务接了，3天后出山。这3天禁打闭关。塔内第23天，炼气6层，主人比预计的提前了7天。炼气6层加上赤霄3级，正面交手还是打不过炼气8层。但黑风谷的地形我比香主熟，瘴气区能压制神识，赤霄在瘴气区不受影响。只要把战场拖进瘴气深处，胜算能拉到5成。7步倒炼了7包，够香主喝一壶了。明天出发前，在谷口先布3包，谷内瘴气区布4包。赤霄负责把香主引进陷阱圈，我在暗处用符箓封他退路。赤霄的速度比香主快，引他进圈不难，但他会不会带帮手？3天后，黑风谷打完这一仗，血煞盟就不会再追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香主死了，苏明远不敢轻举妄动。他的身份我已经告诉丹堂执事，只要香主回不去，苏明远就是一颗废子。主人，有人靠近石屋，不是苏明远，气息比苏明远弱，但很熟悉。是赵管事，他从执法厅出来了。孟轩，孟轩，你爹被人抬到山门口了，浑身是血，你快去看看。谁干的？是香主的人，他们抓了我外甥孙虎，逼我来传话。你爹在他们手上，让你现在去山门口，去晚了，你爹就没命了。你带路。主人，赵管事在撒谎，他身上有血腥味，但不是他受伤，是他刚才碰过染血的东西。他说的那套说辞太顺了，是提前备好的。我知道他不是来报信，是来引路的。香主在黑风谷等不到我，就换了策略。他抓了孙虎，逼赵管事来骗我出宗门。赵管事恨我，正好顺水推舟。主人既然看穿了，为什么还要跟他走？因为我不敢拿我爹的命赌。
而且以前的账也该清了。到了，你爹就在那儿。主人，树上绑的不是孟大牛，那人的气息是外门弟子乙，曾在黑风谷出口替主人作证的那个杂役。香主的人给他换了孟大牛的衣裳。赵管事，你说我爹浑身是血，你亲眼看到的？看见了。那你说说，我爹今天穿的什么衣裳？不是我要害你，香主抓了孙虎，我不照做，他们就杀我外甥。谁让你来的？苏明远，他让我今晚等在矿场外面，说有人会绑来的人交给我，但香主只给了我这个。主人，这令牌是薛煞蒙自制的，赵管事不是内应。孙虎八成已经死了，香主留你活到现在，是因为你还有最后一个用意，把我引出宗门。巡山弟子天亮前会经过这里，他会被人发现。走，去黑风谷。来了，东西带了。什么东西？哼，装傻也罢，杀了你再搜也一样。香主，那小子布了陷阱，小的也不知道。你连自己人都杀，弃子而已，留他作甚？小子，你以为几包毒粉就能翻盘？杀了我，你以为就结束了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血煞盟为什么追你？你那件宝贝是有人点名要的，我不过是个跑腿的。我死了，下一个来找你的人修为不会只是炼气期，苏明远也不是唯一的那样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你只是还没见到真正的猎人。主人，这不是血煞盟的令牌，这材质和苏明远的玉佩一样，是内门弟子的身份牌。血煞盟背后是青云宗内门的人。内门有人点名要我的塔，苏明远不是唯一的内应。香主死了，下一个修为只会更高。回宗门，今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我要让苏明远以为香主还活着，这样他才会自己露出马脚。是血煞盟的人，这黑袍是香主级别的，这个我认得。外门管事赵管事，白天刚被执事堂从矿场提回来，晚上就死在这儿。赵管事是短刀割喉毙命，这刀口整齐，一刀致命，是这黑袍香主的短刀。香主身上没有致命刀伤，嘴唇发黑，是中毒死的。什么人？大半夜的怎么在这儿？弟子孟轩接了调查黑风谷异动的任务，今晚入谷时撞见这两人在谷口争执。赵管事说香主绑了他外甥，香主嫌他办事不力。话没说完，香主就动了刀。香主杀了赵管事，然后呢？弟子提前在谷口布了毒粉陷阱。香主追我入瘴气区，踩中了七步岛，毒性发作后，弟子补了最后一剑。七步岛炼气期修士吸入七步内灵力尽失，你能制出这种毒粉？弟子在废丹房处理过几年发枝，对毒理略知一二。把尸体抬巡视堂。孟师弟，执事大人可能会问话。香主死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血煞盟在青石镇的据点群龙无首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派人来。短时间内，对，但香主上面还有舵主，舵主上面还有总舵。你杀了一个香主，等于告诉血煞盟你的人头更值钱了。这是丹堂内门弟子的身份玉牌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废丹房杂役，是丹堂挂名弟子。内门弟子受执法堂保护，苏明远想动你，得多掂量掂量。执事大人为什么这么帮我？你在丹道小笔上炼出上品聚气丹，
一个杂役能做到这一步，值得培养。苏长老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，你只管安心修炼。内门选拔3个月后开始，名额要你自己去拿。主人，屋里有人来过，不是苏明远，气息比他弱，是刚才趁主人去执事堂时摸进来的。令牌还在，但包令牌的布被解开过，又匆忙包回去了。来的人不确定这是什么，不敢打草，怕打草惊蛇。是苏明远派来的，香主失踪了，他在确认主人手里有没有他的把柄。他派人来搜，说明香主没回去这件事已经让他开始慌了。他越慌，越会露出马脚。明天他一定会来废丹房试探我，看我知不知道香主的下落。主人打算怎么应对？装傻。香主没去黑风谷，我在谷口等了一夜，什么都没等到。苏明远想查香主的下落，让他自己去黑风谷查。3个月后就是内门选拔，我没时间陪他玩猫捉老鼠。进塔，闭关。恭喜主人，炼气7层，3个月塔内苦修，连破2层。炼气7层，加上赤霄3级巅峰，内门选拔的武士应该够用了。但选拔分武士和丹士2轮，丹士才是冲着我来的。往届只有武士，今年专门加了丹士，门槛是能练出上品聚气丹。外门能练出上品丹的不超过3个人。丹臣子本来就是内门弟子，南宫飘雪、天灵根面试，整个外门只有我需要考丹士。能改选拔规则的，至少是长老级别。苏明远没这个权限，是苏长老在试探主人，想看主人炼丹，确认主人身上到底有没有塔。那就让他看，让他看到一个天赋不错，但还在正常范围内的杂役弟子。奉天对周铁，开始！小子，碰上我算你倒霉！周铁是外门第5的体修，天生神力。去年5测差点把对手骨头全震碎。孟轩一个炼气7层，怎么抽到这种对手？胜者孟轩。孟师弟，3个月不见，修为又涨了。炼气7层打赢炼气9层，师弟这修炼速度比天灵根也不遑多让。周铁是外门第3，我这签运可不像巧合。苏师兄怎么看？签运这种事，谁说的准？对了，3个月前师弟去黑风谷做任务，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人？那晚谷口雾太大，什么都没等到。回来路上碰见巡山弟子，说在谷里发现2具尸体。苏师兄认识的那2个人，不认识，只是担心师弟安危。既然师弟安然无恙，我就放心了。3天后丹试，评审长老里有一位姓苏的，他对师弟的炼丹手法很感兴趣。苏明远不确定香主是死是活，他在试探我。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，苏长老会在丹试上亲自看我炼丹。主人，刚才武士你越级赢了炼气9层，若丹士刻意藏拙，苏长老反而会起疑，他会觉得你知道有人在观察你。建议丹士正常发挥，只藏最核心的东西。藏丹云就行，控火手法和成丹速度都不用压，让他看到一个天赋极高但还没到逆天程度的杂役弟子，这样他反而不会往塔上想。主人，这批废刀里有一株半枯的寒瑶草，种下去应该能活。寒瑶草是筑基丹的辅药之一，丹方上的辅药快凑齐了，就差3味主药：玉嘴枝、天灵果、七星草。丹堂的古籍库里或许有线索，但需要内门弟子身份才能进。主人武师已经过了，丹士只要正常发挥，内门名额稳拿。等进了内门，古籍库里关于筑基丹主要的记载就能查到。进内门不是终点，苏长老既然能改选拔规则，就能在内门继续给我设绊子。丹士正常发挥，但有一件事必须提前做，弄清楚苏长老到底是谁，和苏明远什么关系。南宫飘雪在内门人脉比我广，明天去财星阁碰他。你在查筑基丹的材料？师姐怎么知道？灵药图谱里记载的珍稀灵药有上百种，你翻到玉髓枝那一页就停住了。外门弟子查筑基丹材料，不是想自己练，就是在替人找。你是哪一种？自己想练。师姐对筑基丹了解多少？筑基丹的丹方在内门不是秘密，但3味主要被宗门列为禁药，不是禁止使用，
是禁止外流，只有长老级别才能申请领取。你就算进了内门，没有长老担保，也拿不到那3味药。师姐特意带筑基丹的丹方来藏经阁，不会是巧合吧？不是，我一直在查筑基丹的事。执法堂长老苏震当年负责调查我生母失踪的案子，所有线索都指向血煞盟，但苏震草草结案，什么都没查出来。我怀疑他和血煞盟有关。最近我发现他调了你的入门记录，一个外门杂役的档案，值得执法堂长老亲自调阅。苏明远是苏震的侄子，他盯上我，是因为我身上有件能催生灵植的宝贝。是什么？你身上的东西既然能让苏震动心，说明不是凡物。苏明远在苏震面前提到了催生灵植4个字，之后苏震就开始调你的记录，他们叔侄2人都在探查你的底细。多谢师姐指点，那本9品丹道初解看完后我再还给师姐。不急，师弟若在丹试上表现出色，苏长老或许会改变对你的看法。师弟，你好自为之，有些人你天赋越高，他们便越容不下你。孟师弟也来查资料，3天后就是丹试，师弟准备的怎样？还好，苏师兄来藏经阁是帮谁借书？帮苏长老找几本古籍。师弟在丹道小比上的表现，苏长老至今记忆犹新。他让我问你，愿不愿意在丹试结束后去执法堂找他聊聊？主人，苏长老通过苏明远传话，这不是邀请，是试探，他在看主人敢不敢去。哼，去，不去他反而会怀疑我心里有鬼。去之前让赤霄等在执法堂外，如果2个时辰我没出来，赤霄就去找丹堂执事，说我被苏震扣下了。苏震想看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一个天赋不错、有点小聪明，但完全在他掌控范围内的杂役弟子。等他发现我不是，已经晚了。丹试开始，炼制3品丹药凝神丹，时限2个时辰。苏长老难得来看外门弟子炼丹，听说有个杂役在丹道小比上炼出了上品聚气丹，老夫来看看是真本事还是运气。凝神丹上品，火候稳健，药液融合均匀，比3个月前又进了一步。你的控火手法很特别，不是青云宗的传承，师从何人？回长老，弟子没有师承，手法是在废丹房处理发招时自己摸索的。自己摸索能炼出上品凝神丹？孟轩，你的天赋不在内堂那几个丹道弟子之下。丹试结束后，来执法庭找老夫，老夫有话问你。一个20岁上下的杂役，炼气7层，3级妖兽。孟轩，外门有多少弟子修炼10年都达不到你的境界？弟子运气好。运气？你那头狼是黑风谷的煞狼王幼子，从2级巅峰突破到3级只用了不到1个月。你在丹道小比前未接触过炼丹，3个月内从1品聚气丹炼到3品凝神丹，这恐怕不是运气，是有人在背后教你吧？苏明远说你在卖灵书给百真阁之前只是个普通的猎户之子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能催生灵植了？弟子不明白长老在说什么。哼，装傻。那老夫换个问题，3个月前黑风谷谷口血煞盟香主是怎么死的？弟子当晚进谷做任务，遇到香主和赵管事在争执，香主杀了赵管事，弟子用毒粉陷阱自保，香主踩中毒粉，毒性发作，弟子补了一剑。巡山弟子的报告是这么写的，那个香主是炼气8层，你当时才炼气5层，越3级反杀，你信？不说话，你以为不说话老夫就拿你没办法？你入门不到1年，从炼气3层冲到炼气7层，丹道造诣堪比内门弟子，黑风谷越级反杀血煞盟香主，这些事随便哪一件传出去，老夫能护你也能查你。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。老夫今天叫你过来，不是追查香主的死心，我叫你来是给你一个选择，入我执法堂门下，做我的记名弟子。你的丹道天赋放在废丹房浪费了，执法堂直属内门，不受各峰管辖。苏明远是我侄子，你和他年纪相仿，以后可以互相切磋丹道。当然你也可以拒绝，老夫能护你也能查你。
你自己选。主人，这枚令牌上有追踪禁制，不是苏震说的著名弟子信物，是监视用的。只要令牌在主人身上，苏震就能感应到主人是否离开宗门。我料到他会动手脚，他让我拜入他门下，不是爱财，是想控制。但只要我名义上是他的人，执法堂的资源就可以用，古籍库、丹方阁，这些以前碰不到的东西，现在都有机会拿到。主人想查筑基丹主要的产地？丹方上3味主要，七星草我已经有，缺的是玉髓枝和天灵果。明天去古籍库，先从北玉灵药分布置查起。苏震以为他在收网，他不知道网里的鱼是自己游进来的。你果然收了苏震的令牌，下册这2页也被撕了，手法和上册一样。有人在赶在我之前把玉髓枝和天灵果的信息全部销毁。苏震1个月前接手上册，至今未还，下手的人只能是他。他以为撕了古籍就能断了你的线索，但他不知道我生母留下的遗物里有一份抄的玉梅之产地记录，遗物被封在南宫家祖祠多年，上个月族中长老才解封交给我。苏震不知道这份手稿的存在。玉髓枝的产地有哪些？北域已知的产地有3处：天池寒潭底、雪鸦岭北壁、黑风山脉深处的寒玉窟，3处都在宗门势力边缘。最近的寒玉窟离黑风谷不到20里。我生母失踪前，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去了寒玉窟。苏震当年负责调查，却草草结案。我怀疑他在寒玉窟藏了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。师姐告诉我这些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帮我。我需要你帮我找一样东西，一枚刻着南宫2字的玉佩，那是我生母的信物，她进寒玉窟时随身佩戴，失踪后玉佩也不见了。找到玉佩，或许就能知道她当年遭遇了什么。作为交换，天灵果的产地我替你查，我生母的手稿里有一份标注了多处天灵果生长地的附录，苏震撕掉的那2页就是从这上面誊抄的。只要你能从寒玉窟活着回来，附录我双手奉上。师姐凭什么觉得我能活着回来？你在黑风谷反杀了炼气8层的血煞盟香主，又在内门武士击败炼气9层体修，你身上的底牌比你嘴上说的多得多。你若真只是个废丹房杂役，苏震不会费尽心机给你套追踪禁制。寒玉窟的事，内门选拔结束后就动身。苏震以为我收了令牌就会乖乖听话，他还不知道这枚令牌上的追踪禁忌我已经摸透了。只要我把他留在石屋里，他的人就会一直以为我在闭关。师姐帮我放个风声，就说孟轩在内门选拔后要闭关冲击炼气8层，等苏震的人盯在石屋外面时，我已经在黑风谷了。主人，追踪禁制的结构我摸清了，这枚令牌只能感应主人是否在宗门范围内，无法精确定位。只要令牌留在石屋里，禁制就会显示主人在宗门内。够用了。南宫飘雪已经把风声放出去，说我内门选拔后要闭关冲击炼气8层。苏震的人盯在石屋外面，看到令牌在，门没开，就会以为我在里面。嘘。苏明远，他大半夜亲自来禀字去，就是为了确认我在不在屋里。南宫飘雪放的风声他听到，难道他不信？所以亲眼看。他来看过一次，明天可能还会来。若他敲门试探，发现屋内无人应答，追踪令牌的骗局就暴露了。他在宗门里盯了我3天，什么都没发现。今晚是最后的确认，他回去向苏震禀报后，苏震就会知道我在石屋里闭关，这是最好的动手时机。不能等了，今晚就走，趁他刚确认完还来不及布置人手。令牌留下，赤霄收回兽兰。塔灵，你的感知范围比我大，我需要你留在石屋里守着这枚令牌。丑时我出山门，天亮前进入黑风谷范围。苏明远若再来敲门，你就用神识制造我的气息变动，让他以为我在屋内修炼。如果苏震派其他人强行闯入，你就把石屋炸掉，令牌毁掉，让他以为我和令牌一起被炸死。苏震会以为我畏罪自杀，血煞盟的线索就此中断。等他从废墟里回过神，我已经从寒玉窟回来了。主人放心，
这枚令牌上的禁制我已经摸透了，若有人强行闯入，我会在令牌炸毁前给主人发一道神识讯号。收到讯号，主人就知道身份已经暴露，不必再回宗门。3天前有妖兽从这里进去，4级妖兽不会主动钻废弃矿道，除非是被人引进去的，或者被人追进去的。你不是闻到了妖兽，你是闻到了人，和血煞盟香主身上一样的血腥味。苏镇的人已经来过寒雨窟，3天前进去的，现在还没出来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矿道里现在还出了妖兽，血腥味还在往里飘。3天前进去的人，现在还在里面。走。寒雨窟在极阴寒的玉脉附近，右侧洞壁结霜，温度明显比左边低。走右边。玉髓枝，3天前血煞盟的人找到了玉髓枝，但没来得及采。4级妖兽从裂缝里出来了。至少1人被拖进巢穴，其他人逃散。妖兽或许还在裂缝里。玉髓枝到手了，南宫飘雪的玉佩还在里面。石啸，引开他，我去找玉佩。这人被巨蜥拖进巢穴当储粮，拖也冻成冰壳，反而把尸体完整封存到现在。执法堂令牌，苏镇派来的是他自己的弟子，他们在找南宫飘雪生母的玉佩。苏镇要在南宫飘雪之前销毁遗物。苏镇在破门，塔灵撑不了太久，2天之内必须赶回食物。还能跑吗？雪崖岭在北域北面，从这里过去至少1天行程，来回2天，正好卡站塔灵称的极限。不能休息了，现在就走。天灵果不在北壁，在北壁下方的雪沟里，难怪古籍上查不到。天灵果，谁报上名来？当年有人用血浇灌这棵果树时，还没结果。你摘了果实，就要替果树的上一任主人做一件事。你不是妖兽，你是人留在这里的东西，执念还是神念？果树的上一任主人是谁？一个女人，她在这棵树下坐了1夜，用血浇灌了树根。她说，若有人来摘果子，定是她等的那个人，让我把这个交给她。他在哪儿？你是谁？你为什么会有他的画像？他让我在此等候，将画像交给一个身怀古塔的少年。他说，他还活着，被困在归墟，入口在玄冥宗禁地。他说，
他在等你。神念，他怕自己回不来，留了一缕神念守在这里，等着有一天我来摘果子时，把路指给我。他知道我需要天灵果，他知道我会来。归墟，玄冥宗禁地，10年，他在那里困了10年。娘，再等轩儿一会儿，筑基成功，拿到内门资格，就去玄冥宗，马上回宗，马上炼丹，马上筑基，一息都不等了。主人，苏震2天前闯进来了，我在他推门前引爆了主人留在门框内侧的爆炎符残片，迷魂伞残留干扰了他的感知，再用神识模拟主人的气息，双重干扰下他没分辨出来，但他临走时在令牌上加了第2道禁制，这禁制正在反向破解我的伪装，最多再撑1天。3位主要齐了，符要在塔内黑土里种了半年，年份足够。娘亲还活着，被困在玄冥宗禁地，1天之内把筑基丹炼出来，真筑基。玉髓之120年，天灵果刚成熟，七星草塔内培育已达到200年，药力足够炼1炉极品筑基丹。但筑基丹是4品带药，以主人目前的控火修为，成功率不到30%，一旦失败，主要全毁。30%把握，够了。进塔炼丹前，塔灵用神识给丹堂执法发1道传讯，就说孟轩今晚在石屋筑基，请他在丙字区外等着。如果苏震来堵门，请执事大人做个见证。主人，天灵果药性太烈，和其他2位主要在排斥，温度再降半成，不然炸炉。给我！主人，成了，3颗全是极品。筑基丹已成，接下来就是筑基境。孟轩，筑基丹的材料从哪儿来的？说。苏长老，这枚令牌你认得吗？苏长老派人去寒玉窟，是想在南宫飘雪之前销毁他生母的遗物，可你派去的人死在了妖兽嘴里。苏长老，你是不是该向宗门解释一下，血煞盟香主和你执法堂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苏震身为执法堂长老，包庇亲侄苏明远，销毁古籍中筑基丹主要产地，派执法堂弟子潜入寒玉窟，试图销毁遗物。弟子孟轩恳请宗门彻查执法堂。彻查执法堂！丹堂执事苏长老，你派去寒玉窟的弟子尸体，老夫已派人去收，请苏长老随我去见掌门。走。苏震的事儿，老夫会追查到底。你筑基的消息已经传开，内门各峰都在盯着你，但也正因为他们盯着你，有些事情你做起来反而更方便。这是你母亲的玉佩。这颗筑基丹给你，欠你的，还清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归墟玄冥宗禁地。你母亲说名单在寒玉窟深处，苏震派去的人没找到，说明还在那里。等我从归墟回来，陪你去取。筑基成了，苏震倒了，接下来玄冥宗归墟，我娘在那里等我。赤霄，走。这声音是娘。我的轩儿长这么大了，娘都快认不出你了。传讯符说归墟里的人不是娘，你
是你留下的神液，还是你本人？娘在归墟困了10年，肉身早已虚弱不堪，这缕神念是为等你来才留到现在的。这道裂缝通往九幽魔域。10年前，娘被混元殿逼入归墟，发现此处的封印已经松动，娘用残存的灵力镇压此处，换来你10年的平安。现在封印快撑不住了。混元殿，他是谁？为什么要追杀你？娘是上界归墟道祖的女儿，20年前下界历练，被混元殿的人追杀，逃到青石镇，被你爹所救。你手里那座塔，是归墟殿的镇殿之宝，万象农塔。混元殿追杀娘，就是为了抢走它。娘的时间不多了，轩儿，记住，要救娘，需要2样东西：归墟殿的补气和足够强大的修为来接管这道封印。接引令的线索在青云宗隐元峰，找一个叫云醉月的人。七公主。轩儿，娘不能陪你长大。若你看到这些字，说明你已经来找娘了。这些灵药是娘用10年灵力培育的，收好它们，不要急着来找娘，先活下去，变强。主人，玉簪上残留的神异气息我分析过了，主人娘亲的修为原本是大成巅峰，被困归墟10年，灵力消耗殆尽。要救主人娘亲，需要2样东西：足够强大的修为来接管封印，和归墟殿的接引令。娘亲说找云醉月，云醉月如果是归墟殿的人，他手里应该有接引令。云醉月，青云宗隐元峰。这个名字我没在任何宗门名录上见过。隐元峰是青云宗最特殊的一峰，近100年不收弟子。主人娘亲特意提到这个名字，必然有原因。主人，苏镇被掌门下令禁足调查，执法堂的档案居在苏镇被带走前失火了，大批卷宗被烧毁。有人帮苏镇销毁证据。南宫飘雪生母遗环说内验不止苏镇一个，另一个人还在内门。苏明远这几天有什么动静？苏明远一直在打听主人的下落，还频繁出入丹心阁。丹心阁的管事长老姓秦，是苏镇的同门师弟。秦长老的独子秦昭是内门丹术弟子，和苏明远是表亲。苏镇倒了，苏明远必须找新的靠山。丹心阁秦长老这根线不能断。这是炼制归元养魂丹的主药。南宫飘雪擅长冰系功法，对阴性药材的炼化比我精准。明天找他帮忙炼这炉丹，炼成了就下山给我爹送去。主人，是苏明远，他又来了。来得好，让他以为我刚从玄冥宗回来，什么都没找到，他才会继续往外送消息。孟师弟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方便聊几句吗？让他进来，今晚看他出什么招。孟师弟，深夜打扰，不介意吧？苏师兄都到门口了，进来坐。师弟，你杀了血煞盟香主，叔叔被禁足调查，执法堂档案室失火。苏叔公是来问罪的，不敢，只是来给师弟提个醒。叔叔虽然被禁足了，但他在执法堂经营了30年，人脉和把柄都不少。有些东西，即便他不在了，也会有人替他保管。
这是内门各封的资料。师弟既然已经筑基，迟早要选一封拜入，算是我给师弟的赔礼。之前血煞盟的事，是我做得过了。苏师兄今天来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师弟和我其实可以做朋友，而不是敌人。毕竟我们都是被人当成棋子的人。对了，师弟若真想找内门靠山，不妨考虑丹心阁。秦长老最近在物色炼丹弟子，以师弟的丹道天赋，入丹心阁绰绰有余。主人，这枚玉简上没有追踪禁制，但里面输入的内门各封资料只有公开的部分，没有任何隐秘信息。苏明远送这份资料不是帮主人，是在试探主人对哪一封感兴趣。他想知道我会选哪一封。如果选了丹心阁，等于主动把自己送到秦长老眼皮底下；如果不选，他会从我的选择推断我的下一步。主人娘亲说找尹元丰的云醉月，苏明远给的这份玉简里，尹元丰的资料只有一句话：尹元丰，封主云醉月，近100年不收弟子。100年不收弟子，那就对了。娘亲让我找的人，绝不会是普通人。云醉月，归墟殿，接引令。明天去尹元丰。哟，谁家的小狼崽子长得倒挺精神。弟子孟轩，求见尹元丰云峰主。归墟诀，不像那老家伙的功夫。前辈知道这功法的来历？来历，无相是我师尊，他把自己压箱底的功法传给了你，你居然不知道他是谁？主人，出我印入主人识海的基础吐纳诀是归墟诀的筑基篇，只是那时主人修为尚浅，我未告知全名。前辈，这枚玉簪是我娘在归墟给我的，她说要救她，需要归墟殿的接引令，她让我找尹元丰的云醉月。这枚玉簪是我师姐的，你娘是归墟殿的七公主，难道你是七公主的儿子？是。你知道为什么我100年不收弟子吗？因为我在等一个人，等你娘回来。现在她没回来，她的儿子居然来了。前辈，我娘说她需要接引令才能从归墟脱身，前辈手里有接引令吗？接引令我有，但给你之前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拜入尹元丰，做我的弟子。你娘没回来之前，你的命归我照。弟子孟轩拜见师尊。行，既然叫了师尊，就得守尹元丰的规矩。尹元丰的规矩只有一条，别给老娘丢人。弟子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我说的丢人，不是让你去跟人打架输了丢人，是让你别像你娘一样，出了事一个人扛到困在归墟10年，连个传讯都不给师妹留。接着，这是醉仙酿，老娘自己酿的，喝一口，看看什么感觉。我感觉丹田里的灵力开始自行加速运转了。别紧张，这小子根基打得不错，撑得住。多谢师尊。醉仙酿药力霸道，每隔3个月才能服用一次，否则经脉承受不住。等你把这次药力彻底炼化，再喝第2个，到时候就是冲击金丹的时候。接引令我可以给你，
但不是现在。你娘镇压的那道魔域裂缝，需要至少金丹期的灵力才能接管。在你结丹之前，接引令我先替你保管。师尊，我娘说混元殿追杀她是为了抢归虚殿的镇殿之宝，这尊塔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万象宝塔是归虚殿的镇殿之宝，混沌道兵争的就是这尊塔。你娘当年下劫历练，道祖将塔赐给她护身。混元殿得知消息，派人下界追杀，你娘逃到青石镇，把塔留给你，独自引开追兵，最后被困在归墟。你现在修为太低，塔的真正威力发挥不出1/1000，但混元殿的人不会因为你修为低就不抢。听说青云宗前些日子来了个血煞盟香主，被杀了，伪装的巧妙，是你干的吧？你可算是和那些人结下梁子了，下次来的至少是舵主级别，修为不会低于金丹。那师尊的意思是，我必须在混元殿那帮人找到我之前结丹？不止结丹，你得进归墟，接管封印，把你娘换出来。在那之前，你的命不只是你自己。主人，筑基大圆满到金丹，中间隔着一道天劫。归墟诀是归墟殿的镇殿功法，引来的天劫会比寻常金丹劫更强。主人在塔内修炼30天，外界3天，结丹成功的概率大约70%。70%够高了。之前练筑基丹，你还说成功率不到30%。我建议让赤霄去丹心阁附近守着，秦昭如果有什么异常，赤霄会发现。就这么办，我进塔闭关，赤霄盯着秦昭。3天后出关，不管结丹成不成功，先去会会这位秦长长。你是哪个峰的弟子？来丹心阁有何事？弟子孟轩，隐元峰云峰主门下。孟轩，老夫听说过你，废丹房杂役出身。内门选拔丹试炼出上品凝神丹，苏镇长老曾想收你为记名弟子，后来他出了事，你现在拜入了隐元峰。秦长老对弟子的事知道得很清楚，那秦长老应该也知道苏镇为什么出事。这是丹心阁对外门弟子开放的高阶丹方目录，你要查哪一位自己翻。弟子今天来不是查丹方的。秦长老的儿子秦昭昨天去找了南宫飘雪，亲口说苏镇被禁足前，把一份内应名单交给了秦长老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秦昭还说，名单上有一个名，弟子看了之后就会明白。秦昭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老夫让他守口如瓶，他转头就把底牌先给了别人。也罢，名单确实在老夫手里，但名单上的名字老夫不能给你看。为什么？因为名单上有老夫的名字。20年前，老夫还是个金丹初期的丹堂执事，苏镇找到老夫，说有一批西域的灵药可以通过特殊渠道低价购入，只需在丹药入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老夫答应了，后来才知道那是血煞盟的走私通道，老夫的名字从那一天起就写在了他们的名册上。所以苏镇用这份名单控制了秦长老20年，不止20年，他控制的不止老夫，执法堂、丹堂，甚至内门各峰，都有被他捏着把柄的人。他之所以能在执法堂一手遮天，靠的不是修为，是这份名单。名单在这里，老夫把它交给你，不是为了洗脱自己，是为了让秦昭不再走老夫的老路。我弟的名字为什么在这上面？孟大牛不是内燕。20年前，齐公主被困归墟后，混元殿通过血煞盟收买了青石镇的猎户，让所有人提供外来陌生人的信息。孟大苗因为收留过齐公主，被列入了监控名单。
苏明远之所以从一开始就盯上你，正是因为这份名单，你爹的名字在上面，所以他怀疑七公主把塔留给了你。名单上我爹的名字，秦长老早就知道，却一直没告诉苏明远。老夫没告诉他们，不是因为好心，是因为怕。他们若知道你爹还活着，一定会用你爹的命来威胁你交出塔。到时候苏真下一步就会让老夫去灭口。老夫手上不想再沾血了。这枚追踪令牌是苏震给老夫的，与给你的那枚是同一批炼制。你回去检查一下你那枚令牌背面的编号，如果是执法鬼，说明苏震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活着离开他的掌控。鬼字令牌是苏震的灭口标记，执法堂的追踪令牌分10个等级，甲字是长老自用，鬼字是留给要除掉的目标。苏震给你鬼字令牌，不是要收你为徒，是要在你离开宗门时追踪你的位置，让血煞盟的人在半路截杀你。黑风谷那一次，香主就是这么找到我的。香主死后，苏明远改变策略了，他不再靠血煞盟的人动手，而是想自己找到接引令。他最近频繁出入丹心阁，查的不是丹方，是你娘在归墟里留下的线索。老夫被苏震控制了20年，如今他被禁足，苏明远还在外面，他一定已经知道老夫把名单给了你。接下来他会怎么做，老夫猜不到，但以他的性格，不会坐以待毙。秦长老把名单和令牌给我，苏明远迟早会知道，到时候秦长老和秦昭都会有危险。老夫这把年纪没什么可怕的了，但秦昭，老夫希望你能在苏家撤移岛之后留他一条路。秦长老守住了名单上我爹的名字，这份情我记下。秦昭的事，我自有安排。名单上有一个名字，老夫的神识刻意避开了，那个名字老夫不敢说，但你可以去问南宫飘雪。主人，秦长老说的是实话。名单上唯一一个与南宫飘雪有关的人是他生母。他生母在血煞盟的名单上，说明当年害死他的不只是混元殿，还有宗门内部的人。先不去找秦昭，秦长老刚把名单交出来，苏明远那边很快就会有动作。在他动手之前，必须先确认我爹的安全。韩迅给丹堂指示，他会帮我。苏明远想用我爹来威胁我，绝不能让他找到。鬼字是灭口标标记，苏震从一开始就想杀我，苏明远从一开始就想夺塔。这对叔侄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演了4个月，该收场了。孟师弟来的比我预想的快。苏师兄收拾东西是要出远门，师弟拿到了名单，也拿到了鬼子令牌，我的每一步都被你算在前面。叔叔说的对，你这人最大的本事不是修炼快，是命硬。苏师兄的命也不软，从第一天在废丹房门口堵我，到让赵管事引我去山门口，再到让秦昭试探南宫飘雪。你既然把名单和令牌都带来了，想必不是来杀我的，你是来问接引令的线索吧？苏师兄没有别的选择，血煞盟舵主迟早会来青石镇。你作为内应，既交不出塔，也交不出名单，你觉得舵主会怎么处置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弃子？这是我最后一张底牌。归墟深处那道密室里封印着一枚接引令，地图给你，换你放我一条生路。
苏师兄，其实你从一开始就输了。你输了不是因为我命硬，是因为你从来不相信有人能赢你。你以为血煞盟是你的刀，实际上你反而成了血煞盟的刀。你以为混元殿是你的靠山，其实你只是混元殿的用一枚棋子。你说错了一件事，你说我从来不相信有人能赢我，其实我信了。在废丹房第一次看到你用那尊宝物炼丹的时候，那一刻我就知道你迟早会赢，我只是不想承认。这是我最后的退路，交给你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苏师兄，这3样东西集加起来，足够让你在执法堂被关30年。但我不打算把他们交给执法堂。血煞盟的舵主应该马上就要来青石镇，混元殿的人还在找接引力。我拿着这枚令牌就能找到他们的据点。但如果执法堂现在把你抓了，血煞盟会立刻切断所有与青云宗的联系，换个地方重新布局。所以你暂时对血煞盟还有用。你要我做双面间谍？不是要你做，是你自己选了这条路。血煞盟不会放一个叛徒活着。你唯一的活路是帮我把血煞盟连根拔掉，等舵主死了，血煞盟散了，你才能真正消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血煞盟在青石镇的据点有3处，最大的一处在镇西废弃矿场地下。舵主姓厉，金丹中期修，每半个月回据点1次，下一次回来是5天后。5天，够我接单了。5天后你照常去据点汇报，就说什么都没查到。主人相信苏明远会真的配合？不完全信，但他没有别的选择。血煞盟的舵主如果知道他出卖了据点，第一个杀的就是他。他的命现在绑在我的手上，而恐惧比信任更可靠。5天后，血煞盟舵主回青石镇，在那之前，必须解单。上次师尊说，醉仙酿每隔3个月才能服用1次，离第2次服用还2个多月。这次冲击金丹，只能靠我自己。主人在塔内修炼30天，外界3天，3天后结丹，再用2天巩固修为，正好赶在舵主回据点前1天出关。时间刚好，进塔。主人，塔内第3天，筑基大圆满的壁垒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隙，冲击金丹的时机到了。主人，天劫来了！劫雷正在穿透塔内空间壁障，主人必须立刻出塔渡劫。塔内空间承受不住劫雷的威力。出体。推到谷口手上，这一劫我自己扛。主人，金丹劫分2重，第1重是5行劫雷，考验灵力根基；第2重是心魔劫，考验道心。以主人修炼的归虚诀，5行劫雷威力会比寻常金丹劫强出3成。3成就3成，我娘在归墟困了10年，我爹神魂受死10年，3成劫雷还能挡得住我不成？师兄，别下来，这劫我自己扛。来，给我画！主人，心魔劫来了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你在黑风谷差点死，你爹差点被香主捧死，赤霄因为你而受伤。下一次是谁？你的塔林，还是你师尊？你在意的人一个接一个受伤，你每次都差一步。你以为你在守护，你只是在补救。
总有一天，你会因为不够强，而眼睁睁看着在意的人死在你面前，就像你娘被困归墟10年，而你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你说的对，我怕，但怕有什么用？你只是我心里的恐惧，但你不是我的选择。你会的功法我都会，你有的恐惧我全知道，你怎么赢我？你知道我所有恐惧，但你不知道一件事，你不是我。你能复制我的恐惧，但复制不了我的选择。金丹已成，还剩2天巩固修为。2天后去青石镇。苏明远说舵主姓厉，金丹中期，正好用他实践。舵主已经到了，就在地下据点。我按你说的，什么都没报。他没有怀疑，问了我几句香主的下落。我说黑风谷一战之后就没消息了，他没追问，但我知道他不信。香主死前丢给我这枚令牌。令牌上的苏是苏震，是，但这不是血煞盟的令牌，也不是青云宗的，是叔叔以血煞盟名义私刻的。他以血煞盟香主上级的身份自居，用这批令牌同时控制宗门内应和血煞盟外围。令牌上的苏字既代表他姓苏，也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。若事情败露，他可以推说这是血煞盟栽赃。舵主见过这枚令牌吗？见过。香主每次来据点都会把这枚令牌挂在腰间。舵主知道香主是苏震的人，但不知道香主已经死了。你这枚令牌一拿出来，舵主就会明白杀香主的人是你。你打算怎么动手？直接杀进去？矿体地形我不熟，必须把它引出来。我需要据点内部的地形图。这是据点内部的地形图，矿道分3层，最底层是舵主的境室。每次来会先在境室里待1个时辰，用传讯阵向总道汇报。这次他会和我对下一批要清理的目标名单，名单上第1个名字就是你。这图上没有标注暗河入口。你上次说据点有2条退路，矿场北侧1里处，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槐树下，树下有一块青石板，掀开就是入口。通道尽头是一扇铁门，直通舵主境后方。我告诉你了，你敢走这条路，我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舵主死了，血煞盟在青石镇的据点就没了。舵主不死，你永远是弃子。暗河通道狭窄，只容1人通过。走到尽头是一扇铁门，门后面就是舵主近身的后方。带在身上。进暗河之后，他会告诉我你的位置。如果你按计划行事，这枚符不会有任何作用。你不必威胁我，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。你在外面守着，如果有人从北侧出口逃出来，拦住他。矿场入口那2个护卫交给刚才布下的毒粉阵，不用留活口。警戒禁制布得这么密，看来这舵主比相对怕死。厉舵主，久仰。能穿过暗河禁制走进这间净室，已不是普通的金丹初期，报上名来。我是孟轩，你名单上第1个要清理的目标。香主是你杀的，苏明远呢？他引你来的。你以为这样就能端掉我的据点？不是以为，我的妖兽已经在外面解决了你的护卫。矿场入口那2个，刚才也中了我的毒粉阵。你的人只剩你1个了。
剑气竟压制了我的血煞刀诀。告诉我，混元殿在青石镇还有多少人？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你以为端掉这个据点就结束了？混元殿在青石镇的据点不止这一个，我死了，下一个舵主会立刻接手。至于青石镇还有多少人，你猜我会不会告诉你？他要自保出来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混元殿下一个据点的位置，你说出来，我留你全尸。下一个据点不在青石镇，在南疆。你杀了我也没用，藏接引令的位置已经暴露了。我死之前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。端了据点，杀了舵主，但他在死之前把接引令的位置传出去。他说消息已发往南疆，南疆据点的舵主接手之后，会立刻组织人手进归墟抢接引令。接引令的位置是我告诉你的，那道密室外有归墟殿的禁制，寻常金丹修士破不开，但混元殿的人手里可能有破解禁制的法器。他们追了你娘20年，准备不会少。所以我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拿到接引令。师尊，归墟的入口还在玄冥宗禁地吗？入口还在，但你要想清楚，进了归墟，拿到眼引令，下一步就是接管封印，把你娘换出来。你现在刚结丹，修为够不够？够不够都得去。醉仙酿的第2口，本来要等2个月，现在没时间了。喝了它，能让你在3天内修为再提一层，但副作用是经脉会疼3天。比黑风谷那次好受多了。师尊，接引令是你放在归墟里的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救他？归墟封印只有修炼归墟诀的人才能接管，我没修炼过，进得去但接不住。你娘把归墟诀传给了无相，无相传给了你，所以能接他出来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是你。我等了20年，不是等师姐回来，是等你来找我。听说你端掉了血煞盟在青石镇的据点，舵主死了，但临死前把接引令的位置传到了南疆。我明天就进归墟，在他们之前拿到接引令。苏震在禁足室中自断经脉，死前留下一句话：名单上还有一个人，你们永远找不到。苏震死了，他掌控内应名单20年，死前最放不下的不是自己的命，是那个排在最后的名字。这个人要么是他的同谋，要么是他的软肋，不管是谁，这件事还没完。我继续查。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接引令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归元养魂丹练好了。4品丹药一次成丹，服用后神魂损伤可以在3个月内恢复，即使修为已经废了，但神魂修复之后可以重新开始修炼。谢谢。归墟里那道密室，以前我去过一次。密室外有3重禁制，第1重是我布的月华阵，你修炼归墟诀能过；第2重是你娘布的归墟封印，你用玉簪能解；第3重是无相那老家伙布的混沌锁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无相是我师尊。他布禁制从来不设解法，只设考验。混沌锁会根据闯关者的修为自动调整威力，每一道冲击都直击神魂。这枚护身符是我师尊留给我的，能挡1次神魂攻击，但只能用1次，1次之后你只能靠自己。明天进归墟，你在外面守着。混沌锁的禁制之下，妖兽承受不住。3天后如果没出来，就去找师尊。
主人，混沌锁正在感应主人的神魂。主人。我不会停在这里，我不会。主人，接引令已经到手，但厉舵主死前说消息已传往南疆，混元殿的人随时可能组织人手进归墟。如果要救主人娘亲，必须在他们行动之前接管封印。接管封印需要至少金丹后期的修为，我现在是金丹初期，刚被混沌锁伤了身。现在去接管封印，我娘还没脱身，我自己先倒下了。主人，从金丹初期到金丹后期，普通人需要3到5年，但主人在塔内修炼30天可抵外界3年，只是需要足够的灵药支撑。越到金丹期，灵气需求量越大，塔内灵药储备够，但主人的经脉能不能承受连续冲击？娘，接引令已经拿到了，再等我30天，30天后我来换你。主人，混沌所造成的神魂损伤已经稳住了，但归墟裂缝中那道咆哮，我从封印波动的变化中分析了，主人离开时裂缝扩张的幅度比10年前任何一次都大，但封印崩溃的速度并没有同步加快。如果裂缝深处的存在真的在苏醒，封印应该更不稳定才对。所以那不是封印在崩，是他在试探，他在测试封印还剩多少力量。主人判断的对，那东西在裂缝深处蛰伏了10年，一直没有动静。他选择在主人离开时发出咆哮，不是巧合。他感应到了接引令被取走，封印出现了短暂的波动，所以趁机出手。但他没有持续攻击，只是试探了一下就收回去，这说明他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对封印有所忌惮。他忌惮的应该是我娘留在封印里的灵力，但裂纹已经出现了，下次他再出手，可能就不会只是试探了。这是什么？归墟里那道魔域裂缝的封印出现了裂纹，裂缝深处有东西在苏醒。如果封印在我突破之前崩溃，归墟里的魔物会直接涌向北域，青云宗首当其冲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帮我盯着玄冥宗禁地，如果封印有变动，第一时间传讯给我。我要进塔闭关，冲击金丹后期。你信得过我？接引令的线索是你娘留下的，苏震的事是你一直在查，我不信你，还能信谁？这枚传讯符是用我的冰系灵力炼制的，不受距离限制。如果有情况，我会用它通知你。3天，我只替你守3天。3天后你不出关，我就用这枚传讯符把你从你那宝贝里叫出来。3天够用了。神魂被混沌所打伤了，还敢冲击金丹后期，你这胆子大得很呢。归墟封印在加速崩溃，裂缝深处有东西在试探封印，我必须在封印彻底崩溃之前突破。混沌所让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5件事：赤霄被香主一刀劈中前腿，师尊在竹亭里心魔反噬无人相助，我爹倒在炕上没人救，我娘在封印边缘碎裂。还有，但这5件事都还没发生，我不会让他们发生。你比你娘强，她当年是一个人扛到最后扛不住了才被困在归区。你知道找人帮忙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尹元峰都是你的后盾。这3天你留在外面，帮南宫师姐盯着禁地，她有冰系传讯符，你有嗅觉，两边不误。主人，神魂损伤已经修复了7成，剩下的3成需要更长时间，但主人的经脉状态可以承受冲击。金丹初期的壁垒比筑基大圆满更坚固，冲击过程会很痛苦。痛苦不是问题，开始吧。主人，塔内第10天，金丹初期壁垒出现裂纹，预计再冲击5天，可以突破到金丹中期。
主人，塔内第20天，金丹中期的壁垒碎了，但神魂旧伤在冲击中裂开了一次。我已经用井水灵力暂时封住了，继续冲击金丹后期，风险比之前高出1倍。如果旧伤再次裂开，神魂会受到永久损害。继续，旧伤裂开，你帮我封住，封不住我自己扛。主人，塔内第30天，金丹后期成了，神魂旧伤在冲击过程中裂开了2次，都用井水灵力强行封住了。短期不能再有高强度战斗，否则旧伤会彻底崩裂。30天到了，外界应该刚过3天，封印还在成吗？封印裂纹扩大，禁地外围有陌生人踪迹，速来！来了3个在明处，2个筑基后期在入口布阵，1个金丹中期在指挥，第4个藏在那片枯树林里，气息很隐蔽，至少是金丹后期。南囊离这里正常遁光要7天，力舵主3天前才把消息传出去。他们能这么快赶到，要么用了混元殿的传送阵，要么本就潜伏在北域附近。不管哪种，他们准备很充分。他们什么时候到的？半个时辰前，刚到就开始布阵。血煞盟风格的破解禁制阵法，他们不知道接引令已经在我手里，让他们先进去。归墟里禁制重重，他们会帮我探路。等他们找到密室，发现接引令已经不在，那时候再动手。前辈，通道已开，接引令的密室就在归墟深处，属下进去取。拿到接引令之后，不要碰封印，封印一破，魔域裂缝就会彻底打开，谁也走不了。走。你守在入口，枯树林里那个人，如果他从树林里出来，不要硬碰，用传讯符通知我。舵主，这里有一道暗门，但禁制已经被破解了，不过上面残留的灵力还很新。接引令被人先一步取走了。厉舵主死前说消息只传到了南疆，谁会比我们更快？你们的消息没有漏，但他不知道接引令在消息传出去之前就已经在我手里了。你就是孟轩，我们的情报说你3天前才刚结丹，但你的修为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快？3天前是金丹初期，今天早上刚突破到金丹后期，你们来晚了一步。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接引令在我手里，归墟封印我来接管。混元殿想要这尊塔，想要这道裂缝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但下一次我不会再留活口。娘，接引令拿到了，我来换你。轩儿，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。娘，封印的接管之法是以接引令嵌入裂缝核心，然后以归墟之力引导封印转移，对吗？对，但你要想清楚，接管封印之后，你的修为会被封印抽走一部分，用来维持裂缝稳定。娘当年是大成巅峰，被抽了10年，修为跌落到只剩这一缕残魂。你现在是金丹后期，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娘都撑了10年，我必得撑到我修为足够，彻底关闭这道裂缝的那一天。来，我撑得住。娘撑了10年，我连一炷香都撑不住吗？轩儿，够了，封印已经接管了。娘，你出来了。你的神魂有旧伤，刚结丹就冲击金丹后期，
旧伤裂开了又强行封住，1个月内不能动用全力，否则旧伤会彻底崩裂。娘，我爹在宗门访视，他的神魂被妖兽伤了10年，刚服下归元养魂丹，他就能看到你了。你师尊，他知道我出来了。师尊一直在等娘回来，他100年不收弟子，是为了等一个能修炼归虚诀的人。娘，封印已经接管了，归虚里的魔域裂缝由我来守。他在试探新的封印，第一次冲击就让接引令裂了一道缝。这东西撑不了太久，10年是我娘给我的时间，不是她给我的。我得尽快找到彻底关闭裂缝的方法。你比你爹倔，比你娘狠。走吧，带娘回去。10年了，该回家了。大牛哥，瘦了，比以前瘦了好多。愣着干什么？进屋。20年了，你来晚了，师妹。还是这么烈，你以前酿给师尊喝，他老人家喝不了烈的，你每次都偷着加水。你儿子比你强，第一口醉仙酿灌下去，眉头都没皱一下。谢谢你把接引令藏在归墟里，谢谢你把轩儿收在门下，谢谢你替我守了这些年。别说谢，他比你想象的要强。他用了不到1年就找到了接引令，端掉了血煞盟的据点，突破到了金丹后期。这些事，每一件都不该是他这个年纪能做到的，但他做到了。前辈，你是南宫家的女儿，你娘是南宫素。前辈认识我娘？认识。当年混元殿追杀我时，你娘是玉衡峰的执事，曾暗中帮我藏匿过一段时间。她是个好人，可惜我后来被困归墟，再也没能见到她。她是怎么过世的？血煞盟，她在寒玉窟发现了血煞盟在宗门内的内应名单，被灭了口。苏震当年负责调查她的案子，却草草结案。我一直在查这件事，直到最近才拿到证据。你娘救过我，我却没能救她。害死我娘苏震已经死了，血煞盟在青石镇的据点也被孟轩端掉了。我娘在玉佩里留的遗言说内应不止苏震一个，另一个人还在内门，我还在查，查到了告诉我，你娘救过我的命，她的仇算我一份。师姐，你之前说当年归墟殿那个长老的儿子被抽走了道体本源，混元殿在那之后一直在秘密搜寻混沌道体，在归墟殿是禁忌，没人敢公开谈论。但混元殿那边据说从那以后就开始秘密搜寻混沌道体，虽然失败了无数次，但从未放弃。娘，归墟殿和混元殿的恩怨到底是什么？他们为什么非要抢这尊塔？万象农塔是归墟殿的镇殿之宝，但它最初并不属于归墟殿，它诞生于混沌初开，是天地间最早的一批混沌道兵之一，后来被归墟道族所得，成为归墟殿的根基。谁掌握了那扇门，谁就能触碰天地初开的本源法则。所以你娘当年下界历练，道族把塔赐给她护身，混元殿知道后派人追杀，你娘把塔留给你是为了藏，但他们不会想到，堂堂归墟殿的镇殿之宝会藏在一个猎户儿子的强暴里。万毒沼泽深处，这个据点的规模比青石镇更大，光金丹修士就标注了至少3个。厉多主死前把解引令的位置传到了这里，虽然解引令已经不再归墟了，但这个据点不除，血煞盟就会一直在北域边上盯着。等封印稳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乡，先把神魂旧伤养好，9转归元丹服下之后，7天之内不要动用全力，南乡据点不会跑。你比娘当年强。娘20岁结丹时，还在归墟殿的温室里修炼。你已经端掉了血煞盟的据点，还接管了归墟封印。但轩儿，你太拼了，
神魂旧伤裂了2次，还继续冲击境界。你知道娘刚才给你号脉时，心里有多怕？怕什么？怕你撑不到接引令修复的那一天，怕你为了救娘把自己搭进去。你爹说的对，你活着回来，才算把娘接回来了。娘，以后不用一个人扛了，有我，有师尊，还有赤霄，你不会再一个人了。力斗主死前传出去的消息，接省人已经发往南疆。这个据点不出，血煞宫在北域的暗线就断不了。万毒沼泽深处，这个位置我记得，当年混元殿下界的传送阵就设在沼泽深处的一处上古遗迹里。10年过去，他们不仅没有撤离，反而把据点扩大了1倍。你娘当年就是在那儿附近被混元殿的人堵住的，要不是你爹碰巧路过青石镇的山路，你娘连把你送出去的机会都没。所以这个据点我非去不可，不是为接引令，是为断了混元殿在北域的根。力斗主死了，青石镇的血煞盟散了，但南疆据点还在，他们迟早会再派人来。你神魂旧伤还没好，9转归元丹至少还要3天才能完全炼化，3天之内不能动手。3天够我赶到南疆，路上炼化丹药，到了万毒沼泽再休整1夜，第4天进据点。我跟你去。别这么看我，你娘刚脱困，修为跌到元婴初期，需要静养。赤霄跟你去，我在暗中策应。如果对方有元婴以上的修士，你一个人扛不住。师尊，引元峰需要有人守着。引元峰有我的神兽们守着，那2只老东西虽然平时懒得动，但守家还是够用的。让你师尊跟你去吧，娘在峰内等你们回来。你爹那边，我明天去看看他。等你从南疆回来，咱们一家3口一起回青石镇。10年没来了，这地方的毒瘴比以前更浓了。看来混元殿在这里没少折腾。师尊10年前来过。你娘被困归墟之后，我来这里找过她，把整这个沼泽翻了一遍，没找到归墟入口，倒是撞上了2个混元殿的探子。据点入口在一处上古遗迹的废墟下面，地面上有禁制遮掩，寻常神识走过去，会以为是普通的残垣断壁，但地图上标注了禁制的破解方式，是血煞盟内部专用的开启手法。力斗主的玉简上记录得很详细。这禁制的手法，的确是混元殿的路数。他们是用血煞盟的壳子在下界活动，核心禁制却用混元殿的功法，方便上界来的人直接操控。看来这个据点里不只有血煞盟的人。赤霄闻到了，前方有血腥味，很新，不超过1天，不是妖兽的血，是人的。不是妖兽杀的，伤口边缘有灼烧痕迹，是火系法术，至少金丹后期。这3个人是血煞盟的人，不是妖兽。伤口灼烧均匀，灵力残留很纯正，不是散修能做到的。混元殿上界的人出手。混元殿的人杀血煞盟的人，这是内讧？不是内讧，是清理门户。你端掉了青石镇的据点，接引令也落到了你手里。混元殿在上界的负责人肯定已经知道，对他们来说，血煞盟这些外围探子已经暴露，没有利用价值，清理掉，免得被顺藤摸瓜。所以他们派了上界的人下来，提前一步把据点里的血煞盟外围全杀了。韩舵主和他的人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不止韩舵主，据点里所有接触过血煞盟名单的人都会被清理。混元殿做事从来不留尾巴。如果上界的人已经来了，据点里的禁制应该被重新布置过了。血煞盟的开启手法可能已经失效。师尊，混元殿上界的禁制有什么特征是龟孤诀能破解的？混元殿和归墟殿同出一源，万年前才分裂，他们的禁制核心用的都是混沌之力，只是归墟殿偏吞噬，混元殿偏转化。禁制在废墟中央那块完整的石板下面，表面上看是普通的遗迹残骸，实际上是一道传送入口。混元殿的禁制布得很隐蔽，把传送阵伪装成了废墟的一部分。如果不是地图上标注了具体位置，神识扫过去，只会以为是一片普通石板。
里面的血腥味比外面那3具尸体更浓。上界来的人已经动手了，而且不止杀了1个。下去吧。看到混元殿上界的人，不用废话，他们不会给你废话的机会。记住，反向运转归虚诀。12个，加上外面3个，15个。寒斗手不在这里面，他的修为是金丹中期，如果也被清理了，尸体应该在更深处。能在半个时辰内杀光所有外围弟子，出手的人至少是元婴以上，而且用的都是同一招，说明他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。是寒斗者，杀他的人修为远超金丹，这一击蕴含的灵力波动，至少是元婴中期。混元殿这次派下来的人级别不低。青石镇的据点被端掉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撤离了。但上界来的人不是来帮他们撤离的，是来清理痕迹的。清理痕迹？你倒是比这群废物聪明一点。不过金丹后期的修为也敢闯进这里，胆子不小。厉斗主死了，韩斗主也死了，我经营20年的网被你一个人撕了个干净。小子，你比你娘难缠得多。你是谁？20年前我追杀7公主，这20年来，我一直通过苏震控制血煞盟在下界的一切。香主是我派去的，赵管事是我让苏震策反的，厉舵主和韩舵主是我的外围执事。你杀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人，我养了20年的棋子，一颗一颗被你吃掉。这笔账今晚连本带利一起算。你不敢靠近归墟裂缝，你怕裂缝深处那东西挣脱禁制。你体内有混元殿留下的控制锁，一旦那魔头感应到你的气息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冲破封印，先杀你，再屠戮人间。你知道的不少。他在拖时间，去铁门后面找名单和传讯记录。他怕的不是我们，是他自己的命。找到了那份名单上的人，有些是我亲手杀的，有些是苏震替我杀的。你娘是唯一一个从我手里逃掉的，她藏了10年，最后还是被你找到了。20年前你没能杀掉我娘，你不取无绝20年，你省了20年的东西，今晚我替你关。杀了我，混元殿还会派别茬人来。归墟封印在你身上，你就是活靶子，你杀不干净。来一个杀一个，来2个杀1双。我娘等了10年，我爹等了10年，从今天起不用再等了。这份名单上的人，有些是我在下界时并肩作战的同门，有些是帮过我的散修。南宫素，他当年在玉衡峰执事堂，我只是一个路过避难的陌生人，他帮我藏了3天，什么回报都没要。我在黑袍人的传讯记录里看到一条，苏震死前，他给苏震下过最后一道指令，让他把内门所有可能暴露的暗线全部切断。那条指令的接收人除了苏震，还有一个代号，那个代号在记录里只出现过1次，之后再未被提及。可能是南宫素发现的那个人，也可能不是。但现在黑袍人死了，苏震死了，那个代号永远没人知道。我娘等了这么多年，不需要答案，知道黑袍人死了，苏震死了就够了。以后劈柴的活还是我来，你歇着。这刀我用了10年，顺手。爹，娘，我去镇上买酒，今天加菜。
他在等你。10年前他怕我，10年后他怕你。他知道封印在你手里，所以不敢再试探了。裂缝深处到底是什么？一尊被封印了万年以上的魔尊。混元殿当年在归墟里布置禁制，本想把他从裂缝深处强行拖出来做傀儡，结果禁制出了差错，只拖出一半，另一半还卡在裂缝里。他既有万年前的修为，又有混元殿留在体内的禁制残余，封印一旦彻底崩溃，他脱困的第一件事不是屠戮人间，是挣脱混元殿留在他神魂里的控制锁。所以黑袍人不敢亲自进归墟，他怕裂缝深处的魔头感应到他体内的同源禁制。他恨混元殿，比恨归墟殿更多。对，所以他蛰伏着等你离开，等封印松动，你不彻底封死这道裂缝，他就永远是一柄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剑。去东域吧，把封魔印拿回来，这里有娘守着。东域多远？来回至少1个月。1个月就又1个月，你娘等了你10年，不在乎多等1个月。回来的时候，爹给你炖肉。东域缥缈仙宫的公主玉玲珑性子冷，到时候你别她吓着。她欠无相老头的人情，不会为难你。上次那枚用掉了，这枚是新的。不管多远，有情况用它通知我。上次说3天，这次说不管多远。上次你只是去归墟，这次你去的是东域。等我回来。